有缘的朋友，易经有云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这句话意味着相似的声音能够引起共鸣，相似的气味能够相互混合，人也是如此。那些观念一致、脾气相投、性格相似的人，往往能够走到一起。所有的相遇都是内心感受的反应。一个人身上的磁场，决定了他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，进入什么样的社交圈。品德高尚的人身边总是聚集着善良的人，心怀不轨的人身边则总是围绕着小人。提升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净化自身的磁场，从而遇见生命中的贵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发现，善行如种子，总能在不经意间发芽。因果法则告诉我们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这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考，更是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历史上，许多成功的人物都深知这一点，他们的善良和宽厚不仅塑造了他们的品格，也为他们的成功铺平了道路。比如孙坚勇敢地对抗海盗的故事，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。作为一位勇士，他不仅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斗，更为了保护无辜的百姓。在这场战斗中，他展现出的善良和正义感使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支持，最终不仅获得了声誉，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这种内心的善良，正是吸引贵人与福缘的关键所在。正如一面明镜，映照出我们的内心世界。我们所展现出的每一个微笑，每一次善意的帮助，都是对他人的一种吸引力。当我们心存善念，愿意帮助他人时，那些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人也会被我们吸引而来。在这样的互动中，我们不仅收获了友情，更激发了彼此的潜能。善良的种子一旦播撒，便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花结果。我们或许无法预知具体的回报形式，但我们可以确信，善行的积累终将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好。每一个贵人的出现，都是我们过去善行的证明与回报。因此，心存善念，不仅是对他人的负责，更是对自己的未来负责。通过不断地向他人施以善意，我们在悄然间也为自己开辟了更多的机会。然而，反之亦然，品行不正的人往往也会招来小人。在生活的旅途中，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，甚至不惜背叛他人。这种短视行为不仅让他们失去了他人的信任，更在无形中招来了那些同样心怀叵测的小人。小人通常是那些居心叵测、见利忘义的人，他们如影随形，待在那些道德底线模糊的人身边，时刻准备在关键时刻给予致命一击。例如，在某个公司中，一位领导者因贪图私利，频频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决定。他为了个人的升迁而抹黑同事，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攀升。然而，正是这种缺乏道德的行为，
让他成为了小人眼中的猎物。在他身边总是充斥着那些伺机而动的小人，他们用谄媚的言辞来接近他，但实则暗中观察他的每一个弱点，等待机会加以利用。这种情况不仅对他个人的职业生涯造成了伤害，也给整个团队带来了负面影响。因为当一个领导者缺乏品德，团队成员之间就会产生不信任，合作的精神被瓦解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许多人开始采取自保措施，变得心机重重，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因此，品行不正的人往往最终会在自己的小圈子中被孤立，周围的人逐渐离他而去，而那些小人也只会在他最脆弱的时候露出真面目，甚至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选择背叛。生活中，真正值得信赖的友谊和合作，往往是在善良与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而品行不正的人终究难以逃脱自作自受的命运。他们的短视和贪婪将注定他们无法收获真正的幸福与成功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品德不仅是个人的修养，更是人生路途中的一道护身符。心存善念，以诚相待，才能为自己铺设一条光明的道路。反之，若一味追求私利，必将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于是，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，修炼自己，提升自身素养，无疑是改变运势的关键。与其抱怨外界的不公和困境，不如把注意力放回到自身，通过不断学习和成长来开辟新的机遇。一个有追求、有理想的人，往往能够在逆境中找到成长的动力，这不仅能改变个人的境遇，也能吸引到更多正能量的伙伴。修炼自我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它需要时间和耐心。首先，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是基础。无论在哪个行业，精益求精的态度和持续学习的精神都是立足之本。当你在某个领域展现出色的能力，自然会引起他人的关注和认可。这种专业上的成长，能够为你打开新的机会之门，帮助你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此外，修炼心性同样重要。生活中，面对挫折和困难，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宽容的态度，能够让你在风雨中依然坚定不移。这种内心的平和与坚定，不仅能帮助你在困境中寻找解决方案，还会让周围的人感受到你的魅力，从而愿意与你合作或给予支持。正如古语所言，心静自然凉，内心的宁静能让你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晰的思路。再者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是改变运势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与志同道合的人为伍，能够互相激励，共同成长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你不仅能汲取他人的经验，还能在关键时刻得到他们的支持。无论是事业上的帮助，还是情感上的支持，这种关系都是你人生转机的助推器。当你在不断修炼自己、完善自己时，命运的轨迹也会悄然发生变化。许多意想不到的机会会接踵而至，
而你的努力和付出终将得到回报。通过自我提升和心态的调整，往往能在某个瞬间迎来命运的转折点，让你的人生焕发出新的光彩。真正的改变始于内心，外在的运势变化也正是内在修炼的自然延伸。可是，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的原则愈加凸显。这不仅是社会交往的自然法则，也是个人命运的一种反应。当我们不断提升自己，修炼心性时，周围的圈子也会随之改变。良好的环境能够促进我们的发展，而消极的氛围则可能拉我们后腿。首先，选择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往，可以形成一种正向循环。与积极向上、勇于追求梦想的人在一起，你会受到他们的激励与影响，形成良好的互动。这样的群体不仅能够分享彼此的经验，还能在困难时刻给予支持。每一次相聚都是思想碰撞的火花，激发出新的灵感与创造力。正因如此，良好的社交关系成为个人成长和事业成功的重要支撑。反之，若是身处负能量的环境中，可能会拖累自己的发展。与消极、抱怨的人为伍，往往会滋生懒惰和无助感，削弱你追求目标的动力。这样的环境不仅会让你对未来失去信心，还可能使你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消极的思维模式。因此，及时识别并调整自己的社交圈显得尤为重要。此外，物以类聚的现象也体现在资源的整合上。你所处的圈子不仅代表着人际关系的网络，也可能是信息与资源的聚集地。一个良好的社交网络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，比如合作项目、行业动态等。当你与优秀的人在一起，自然能够更快地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，从而为自己的发展铺平道路。在修炼自己的同时，关注身边的人际关系，选择与积极向上之人交往，才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前进的动力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，构成了我们命运的基石。正如每一颗星星都在天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每个人也能在合适的圈子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只有当内心强大，周围的环境才能与之相辅相成，从而推动我们向更高的目标迈进。但是，在不断修炼自我的过程中，遇到更好的别人便成为一种必然。我们在追求卓越的同时，也在潜移默化中吸引着那些同样追求成长的人。这个过程如同一场积极的循环，你变得更好，周围的人也因此而改变。首先，提升自我意味着对自身缺陷的认识和改进。无论是提升技能、拓展视野，还是培养良好的心态，所有的努力都在不断塑造更好的自己。当你努力去超越自我时，潜藏在你身边的优质人脉也会逐渐显现。这样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你的能力提升上，还在于你散发出的自信与正能量。
这种积极的气场吸引了那些同样追求成长的人，他们被你的努力所感染，愿意与你分享彼此的经历与智慧。其次，面对更好的别人，我们也需要保持谦逊与开放的心态。优秀的人往往具备独特的视角和经验，与他们交流不仅能让我们学到新的知识，更能激励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与方向。在这样的互动中，我们能汲取他们的优点，反思自己的不足，进而实现自我提升。例如，与一位在职场中表现卓越的同事共事时，观察他的工作方法、思考方式，都能为我们自身的发展带来启发。然而，成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在与优秀的人相处时，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压力，甚至产生自卑感。但这恰恰是自我提升的契机，将这种压力视为动力，努力追赶前行的脚步。每一次的相遇与学习，都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改变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不仅能提升自己的能力，还能与优秀的人建立更加深厚的友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心态的转变尤为重要。当我们在追求更好的自己时，也要相信更好的别人会在不远处等着我们。相互成就的关系，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结果，更是对彼此生命的深刻影响。通过不断努力，我们不仅在塑造自我，也在为自己迎来更多优秀的伙伴。在这样一个互相成就的环境中，生命的旅程将变得更加丰富而有意义。然而，在这个不断追求更好的自我和更优秀人际关系的旅程中，我们不得不相信，每一次相遇都不是偶然，而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安排。每一位走进我们生活的人，都可能在我们的人生轨迹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，无论是短暂的相识还是长久的陪伴，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成长。这种安排常常体现在那些看似平常的瞬间，一次咖啡店的邂逅，一次职场的合作，甚至是朋友聚会中的闲聊。这些看似简单的相遇，背后往往藏着更深的意义。也许你在那次无意间的交谈中获得了一个改变职业生涯的启发，也许是某位老友的分享，让你看到了生活的新方向。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命运为我们准备的礼物，它们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选择，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。在生活的不同阶段，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会随之变化。某些人可能在我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出现，给予我们鼓励与帮助，而有些人则可能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成为我们努力的动力。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拼图，彼此之间的联系又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紧密与丰富。我们可以从每一次的相遇中汲取力量，领悟生活的哲理，让我们的内心愈发强大。此外，我们也要意识到，相遇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成长，有时也是为了教诲我们放下。那些在生命中短暂出现的人，尽管没有留下深刻的痕迹，却也在教诲我们珍惜与告别的意义。每一段关系，无论长短，
都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印记，让我们懂得了人际间的流动与变化。这样的理解让我们在与他人相处时更加宽容，学会欣赏人与人之间的独特性与多样性。因此，心存感激是面对每一次相遇的正确态度。无论是贵人还是过客，他们的存在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每当我们回顾这些经历，都会发现，那些曾经的相遇与经历，最终都成为了我们成长的阶梯。无论未来的路途如何，保持着对相遇的信任与期待，我们就能够在每一个转角处发现新的可能性，迎接更广阔的人生旅程。所以，与人交往的磁场就像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吸引着志同道合的人靠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是在建立关系，更是在通过彼此的共鸣，形成一种独特的能量场。当我们与他人交流时，心灵的契合往往会让双方感到一种自然的舒适感。这种感觉源于共同的价值观、兴趣或目标，它们使得交流更加顺畅，互动更加真实。这种磁场的存在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深厚而富有意义。当我们能够真诚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时，便会发现彼此的联系愈加紧密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正是在这种频率上建立的。正是因为了解和认同，我们才更愿意敞开心扉，分享彼此的经历与梦想。在这样的交流中，不仅能激发灵感，更能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方向。然而，磁场的强弱也会受到个体情绪和状态的影响。正如两个人的能量相互吸引一样，消极的情绪或不良的态度则可能导致彼此的距离感加大。这时候，我们就需要调整自己的内心，积极修炼自我，以便吸引那些能够与我们产生良好共鸣的人。心态的转变往往是关键，只有保持积极的态度，我们才能在交往中释放出更强的正能量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反思自己的社交圈也变得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意识到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不仅是现实的法则，更是对我们内心状态的反应。与其抱怨周围的环境，不如主动调整自己，吸引那些更优秀的人际关系。通过提升自身的品格与修养，我们的磁场将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到更具正能量的朋友和合作伙伴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。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磁场是如此微妙而深邃，我们在交往的每一个瞬间都要保持敏感和觉察。每一次的交流都是一次潜在的学习机会，它们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人，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。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反思，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构建出更加美好而和谐的交往网络。最终，正是这些良好的关系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，成就了我们的未来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
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